沈兆堂，既进了宫，就把你在外头那些狐媚做事收起来。宫里不比外头，蠢人死得最快。一个江南小官之女，没钱没人脉没靠山，被家里硬塞进来，我看她活不过今晚。可不是嘛，谢姑娘可是吏部尚书嫡女，咱们就等着看她怎么死，都没人记得名字吧。今夜你就住西偏房，明早卯时来学规矩。若再犯错，别怪我禀了贵妃娘娘。散了吧。开局地狱难度，问题不大。作为21世纪宫斗剧10级学者，熬夜看完300宫斗小说，我能精准预测女配第几集掉线。在这种低级副本里挺过大劫女 ，so easy。小主，您可算回来了。奴婢给您收拾床铺时，谢姑娘身边的宫女送来一个香囊，说是见面礼。小主，奴婢闻着这香囊怪香的，您要不要带上？也点谢姑娘觉得您不识抬举。宫斗剧高危人物之一，开局过分终生的贴身丫鬟，不是被收买，就是别人安排的眼线。这么好的东西，自然要带。不过，不是我带。小主的意思是，太后娘娘礼佛，素来喜欢清雅香气。谢姑娘这份心意，我若独占，岂不是不懂规矩？小主，太后娘娘千金之躯，怎么能随便送东西去慈宁宫呢？万一冲撞了贵人，所以明日你亲自送去，就跟宫里的人说，这是尚书府谢姑娘特意嘱咐送来的。小主，这不合规矩吧？你也知道不合规矩，那你告诉我，给刚入宫的秀颂麝香，就合规矩了吗？第1集经典剧情，香囊杀，难度系数1星。明明大家都是秀女，她怎么敢直接做上手喝茶？嘘，谁让她姑母是兰贵妃呢？兰贵妃盛宠多年，在这后宫里，除了皇后和太后娘娘，没人敢轻易惹她。沈妹妹，昨夜我送你的香囊，你不喜欢。来了，夺命经典套路，我送你的东西，你为什么不用？答错了就是不敬，答对了也未必能活。谢姐姐送的东西太贵重，我不敢随身佩戴，已经供起来了。供起来？姐姐出身高贵，心意自然也贵重。我想着，我一个小小秀儿怎么配用？不如送去佛前替姐姐积福。好了，今日学的是跪拜礼，宫里最重规矩，若姿势不正，冲撞贵人，可不是小事。跪拜礼，高危环节，一般这个环节不是有人故意踩裙北，就是有人在蒲端里藏针。小主，请吧。谢姐姐身份尊贵，昨日又赠我厚礼，今日这第一个示范，理应姐姐先来。你什么意思？我敬姐姐啊。是啊，谢姐姐规矩最好，她先来，我们也好学。嬷嬷不是常夸谢姐姐仪态好吗？姐姐就给我们做个示范吧。谢姑娘怎么不跪啊？难道是怕了？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呢，她若不跪，岂不显得她心虚？沈昭堂，是你害我！姐姐，这蒲盆不是青枝替我铺的吗？奴婢不知道，奴婢真的不知道啊！宫斗第2集经典剧情，蒲团藏针，难度系数1星半。兰贵妃娘娘到！小怪打完，大怪来了。姑母，谁做的？是沈昭堂。他知道蒲团里有针，却故意让我先跪。这栽赃水平，放在宫斗剧里最多活到第6集。你有什么话说？回娘娘，蒲团是宫女青枝铺的，谢姑娘也是自己愿意示范的。若说臣女提前知道里面有针，那臣女倒想问问，青枝是谁的人？放肆！你的意思是本宫的人害云柔？臣女不敢，臣女只是害怕。昨日谢姑娘送臣女香囊，今日臣女的蒲团里就有针。若不是臣女敬重谢姑娘，让她先示范，此刻跪在针上的就是臣女。臣女出身低微，死不足惜。可若有人借臣女的手害谢姑娘，再嫁祸臣女，岂不是一箭双雕？他疯了吗？敢在贵妃面前说一箭双雕？谁有这么大的胆子？臣妾见过太后。贵妃，哀家年纪大了，闻不得这些烈香，可有人偏偏把这带麝香的东西送到了慈宁宫，还说这是尚书府谢姑娘的一片孝心。不是的，麝香。
怎么，贵妃竟不知道？把这个宫女拖下去严审。太后饶命啊！奴婢只是听春桃姐姐吩咐的，是春桃姐姐给的香囊，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啊！你胡说！你这个贱婢满口胡言！完了，都攀扯到谢姑娘头上了，会不会连累我们啊？嘘，没看兰贵妃脸都青了吗？今天这事儿怕是不能善了了。你叫沈兆堂？陈女士。倒是个机灵的。既有人不想让你好好学规矩，那你这几日就去慈宁宫抄经，清静清静。这分明是太后在护着她呀！不简单，太后不会无故护一个小秀女，除非想利用我。宫斗第3集经典剧情，借力打力，难度系数2星。臣女谢太后恩典。掌印大人，太后请您过去。掌印，谢行舟，原书里那个笑着送半个后宫上路的司礼监掌印，全书最危险的男人，他怎么会在这里？都3天了，太后娘娘怎么不问香囊和琥珀的事儿啊？嘘，太后娘娘的心思岂是你我能猜的？查清了，香囊出自兰贵妃宫中，蒲团里的针却是皇后宫里的人递进去的。好家伙，兰贵妃想用香囊害我，皇后想借我用银针害谢云流，一个底层的炮灰，两边大佬都要拿来当枪使，原主死的还真是不冤。倒是热闹。沈秀女听到这些，似乎并不惊讶。臣女只是害怕，危险人物的高危提问，答得太蠢，他根本不信；答得太聪明，必定惹他忌惮。害怕还能把香囊送到慈宁宫？臣女只是觉得这宫里送来的东西，没有一样能白拿。好聪明，这可真是个大患。那位就是太傅府的嫡女陆明烟吧？真是温柔端庄。沈妹妹，今日小心些。御花园临水，路滑。临水，路滑，赏花宴，这3个词凑在一起，基本等于有人要落水。湖边新开了一株并淡莲，不知哪位愿去替本宫折一枝来赏赏。沈妹妹前几日得太后亲眼，想必福气最好，不如你先去。臣女遵命。哎呀，手帕掉了！有人落水了！快来人啊！不是，你们宫斗书女配就不能换个新套路吗？还不快救人！姑母，是沈兆坛推我下水的。来人，把沈兆坛给本宫拿下！贵妃娘娘，且慢。陆明烟，你竟然帮他！我只是说实话。娘娘明鉴，奴婢亲眼看见的，就是沈秀女伸手推的谢姑娘，奴婢愿意作证。人证俱在，沈兆堂，你还有什么可说？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今天的局设在哪里了。不是落水，他们要的是让我百口莫辩。来人，把这个毒妇立刻给本宫押去慎刑司严刑拷打。是。陛下驾到。朕倒要看看今日这御花园里到底是谁在撒谎。陛下，臣女与沈妹妹无冤无仇，今日却趁臣女不备，将臣女推入湖中。若不是宫人救得及时，臣女只怕再也见不到姑母了。陛下，云柔是臣妾的亲侄女，臣妾本不该偏私，可今日人证俱在，还请陛下为云柔做主，严惩恶人。沈兆堂，你怎么说？回陛下，臣女没有推卸姑娘。证据呢？陛下，臣女想请人查看岸边脚印，脚印早乱了，有什么可看的？娘娘说的是，所以才更该看。准。回陛下，一道脚印向前，步子急急，踩得极深，而另一道则是中途突然侧开，随后有蹲身压痕。谢云柔，你方才说是他推你？陛下，是他躲得快，所以才留下这种痕迹。你说你亲眼看见？是的，奴婢瞧得真切，就是沈秀女伸手推了谢姑娘，奴婢不敢撒谎。你站的位置在假山后，从那里看湖边，中间还隔着2株芭蕉。你若能看清沈秀女推人，本座倒想请你去司礼官当个千里眼。是春桃姐姐让奴婢这么说的，
只要奴婢咬信沈秀女，就给奴婢的弟弟在府里安排个差事，求陛下饶命啊！你胡说！你这个贱婢休要血口喷人！够了！谢云柔构陷秀女，御前失仪，褫夺选秀资格，送回谢家。其贴身宫女春袍，杖责20，逐出宫去。陛下，云柔她一时糊涂。贵妃管教不严，禁足半月。落水栽赃局破解，女配退场1个。沈妹妹，你很聪明。沈妹妹怎么见了我，倒像是耗子见了猫，避之不及呢？陆姐姐说笑了，臣女不过是急着回房整理杂物，一时没瞧见姐姐。那便好，还以为沈妹妹是在怪我那日在御花园里多嘴了。姐姐在陛下面前仗义直言，臣女感激还来不及，怎会责怪？陆明烟原书的女主，比起谢云柔那种把坏写在脸上的蠢货，这种会慎时度力的伪善玩家才最要命。赏画，赏花会落水，赏梅会撞肩，赏画一般不是赝品污损就是藏信。这宫斗高危活动又来了。这是陛下新赐的春山图，前朝的名作，你们都来瞧瞧吧。果真是名家手法，简直跟活过来了一样，这凤仪宫的福气才配得上了。笔法清润，山势有骨，却是名家独手。沈秀女，你怎么不过来瞧瞧？臣女眼拙。沈秀女近日倒是谨慎得很。大胆！娘娘饶命！奴婢真的不是故意的，是沈秀女方才故意伸脚绊了奴婢。这碰瓷水平，还不如现在景区门口摔碗的。沈照堂，你可知污毁御赐之物是什么罪名？皇后娘娘，臣女方才站得近，似乎确实看见沈妹妹的裙摆，方才动了一下。来人，给本宫搜沈秀女的身。天哪，那不是春山图画轴上的玉扣吗？这下子可再抽不出来了。沈照堂，本宫本以为你是个懂规矩的，没想到你竟如此胆大妄为。死到临头，你笑什么？臣女是笑这做局的人，不得太急了些。若臣女一心想要毁了这幅画，何必将白玉扣藏在自己袖中，生怕旁人搜不出来吗？你说是我伸脚绊了你，而你方才离我足足有半步之遥，你倒是指教指教我，我拿什么绊你？臣女想请教一下陆姐姐，我当时是哪只脚动的？我是左脚还是右脚？是往前还是往后？若陆姐姐连这些都没看清，怎么就敢在娘娘面前口口声声说看见我动了？皇后娘娘，臣奉陛下旨意前来取春山图，这不是陛下赐下的真迹。你说什么？真迹昨日已被陛下收入乾清宫库房，这幅是仿品。好，皇后拿赝品试秀女，陆明烟拿我试水，背后还有皇帝和谢行舟看戏。宫斗木本难度终于升到了3星。听说了吗？那位沈秀女在后宫里可彻底出了名，又不是因为得宠，而是因为她命硬。现在大家都偷偷叫她沈不死呢。沈不死，这名号真是听着不吉利。不过也算值了。太后听说这事儿后，还特意赏了我这串沉香珠。沈妹妹，这是我亲手做的桂花糕，特意拿来给妹妹尝尝。沈妹妹不敢吃，最近斋戒。哦，妹妹何时开始信佛了？刚刚。你果然有趣，陆姐姐也很有趣。沈秀女出大事了！兰贵妃禁足期间被查出私藏写着皇后娘娘的生辰八字的巫蛊娃娃。慌什么？这巫蛊可是要掉脑袋的大罪，兰贵妃这回怕是再难翻身了。未必，这还未必。兰贵妃虽然蠢了点，但不会蠢到把巫蛊娃娃藏在自己宫里。小主说的是，除非是有人逼她蠢。沈秀女，你来认一样东西。是他！陛下，一定是沈照堂个贱人陷害本宫结恨。如今仗着太后庇护，除了他，谁还有这胆子做这等阴毒之事？沈秀女，若这事真与你有关，你现在说还能留个体面。掌印大人，这纸是从哪里找到的？兰贵妃寝殿香炉里。那便奇怪了。哪里奇怪？若陈清真与巫蛊有关，为什么烧纸只烧一半？是炉里的火不够努力，还是陷害臣女的人太着急了些？臣女名字里虽有个赵字，但宫中有赵字的人却不止臣女一个。陆姐姐，你的表字似乎叫明赵。沈妹妹说笑了，
表字是家中长辈所取，宫中知道的人并不多。妹妹又是从何处听来的？谁让我看过原书，知道皇上亲笔给你提过明诏中宫呢？臣女只是入宫前便听闻了陆姐姐的才名，心中敬仰，便一时记住了。带上来。说吧，是谁指使你做的？奴才。你若真是受什么人胁迫，只管说出来，娘娘向来公正，定会为你做主的。沈秀女指使奴才做的。这届反派怎么回事？沈秀女。掌印大人，臣女与这位公公素不相识。你胡说！你分明给过奴才银子。多少？50两。银票还是碎银？在哪里给的？用什么包的？你只说我给了银子，却连银子是什么样都说不出。你这证词……这才是他收的银子，票号出自太傅府名下的钱庄。明烟，臣女从未指使过任何人，许是有人眼热，故意盗用了太傅府的名义，企图栽赃。陆姐姐，你错就错在太聪明。若只是陷害兰贵妃，证据必定会指向皇后。可这局一环扣一环，既想除贵妃，又想弑皇后，还顺手杀我。哼，宫里能下这种棋的人不多。沈妹妹，你没有证据。您可要为臣妾做主啊！定不了你的罪，那哀家这里的证据够不够？太傅府教出来的好女儿，还没入宫就学会拿后宫当棋盘了。太后手里早有证据，却偏偏在等我把陆明烟逼到无路可退才拿出来。原来从我入宫开始，太后、皇帝，所有人都在看我破局，他们拿我当刀使。太傅府昨夜连夜地请罪头子，皇上大怒，陆家这次彻底倒了。何止啊！听说凤仪宫那位今早也称病闭宫了，还有兰贵妃，虽说写脱了罪名，可也因管教谢云逸不严，如今正跪在佛堂抄经。这宫里一夜之间倒空了许多。沈姑娘安好，快走，她太邪门了。你怕哀家？臣女敬畏太后。敬畏和害怕差不多。沈兆堂，哀家给你2个选择：其一，出宫，哀家赐你一门安稳婚事；其二，留下，入后宫。太后，那您希望臣女选哪个？哀家从不替人选路。太后，陛下请沈秀女去乾清宫。去吧。你觉得朕的后宫如何？回陛下，热闹。确实热闹。太后想要留你，皇后百般忌惮你，兰贵妃更是恨不得剥了你的皮。沈兆堂，你若入了后宫，日子可不会好过。但朕需要一个聪明人。陛下身边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但朕缺一个看得懂局，却不属于任何一方的聪明人。臣女明白了，陛下要留臣女，是想用臣女去清理背后的世家。至于掌印大人，大概只是想在旁边看个热闹。既然你看得这么透，沈兆堂，你愿不愿意留下？若臣女留下，能不能提一个条件？在御前跟朕谈条件，你说。臣女想要自己挑选身边的宫女。哼，准了。还有呢？那以后宫里的那些赏赐，能不能给臣女折成现银？哼，你倒是实在。旁人求君王恩宠荣华富贵，你跟朕要银子。回陛下，臣女出身微寒，穷怕了，手里有银子，心里才觉得踏实。传朕旨意，沈氏赵谈聪慧端谨，封为正6品贵人，赐居听雪轩。臣妾谢陛下隆恩。小主，如今升了位分，又有了自己的宫室，您怎么瞧着反倒不高兴？高兴，自然高兴。先前在那储秀宫，不过是小打小闹，勉强算个看客。如今进了这听雪轩，往后可就是真刀真枪了。小主，皇后娘娘病才刚痊愈，就送来这对玉如意，连贵妃娘娘也送了一截南珠，还特意差人来说前些日子都是误会。小主，咱们往后在这后宫是不是能松口气了？松口气？银萍，你记着，仇人送礼从来不是为了和解。那这是大难临头前的预告。恭喜沈贵人小主，敬事房传话来，陛下今晚翻了您的牌子，请小主早做准备迎驾乾清宫。小主，这可是您第一次侍寝啊！别慌，大戏这不就来了。小主，您这是在做什么？这侍寝的头一夜最是凶险。
通常会触发5个死局：第一，香料催情；第二，嫔妃截胡；第三，宫女被逐；第四，皇帝试探。那咱们防的是防前4个，因为前4个当晚就要灭，我选第5个。选第5个？第2天被全宫围攻，至少今晚死不了。仔细着点儿，别漏掉一处。陛下，该您了。看看。陛下，这是我父亲。沈兆堂，你父亲卷进了江南盐税大案，你怎么看？臣妾愚钝，不懂前朝政事。哦，真的不懂？但臣妾懂栽赃。沈家不过是江南小官，哪里来的胆子贪没这么大笔盐税？继续说。这案子里若真想查清真相，不该去查那银子进了谁的口袋，而是该看谁最希望沈家认下这桩罪，好让沈家彻底闭嘴。那沈贵人觉得谁最希望沈家闭嘴？掌印大人问我，不如先告诉臣妾，这本参我父亲的折子究竟是谁递上来的？太傅府旧部。臣妾明白了。陆明烟刚被送出宫，太傅府还没死透，就急着要拉我全家去陪葬。既然你看透了，沈兆禅，这局你能破吗？能，但臣妾要向陛下讨一样东西。什么东西？臣妾要看江南盐税案的全部案卷。沈兆堂，你应该清楚，后宫不得干政。陛下恕罪，那陛下就当臣妾是在看话本解闷儿。拿江南盐税大案的话本解闷儿，沈贵人倒是雅兴。罢了，把案作都给他。银萍，我怎么觉得我这贵人当的不像个主子，倒像个干苦役的。小主，歇歇吧，这些陈年旧账，您真能看出花来不成？不看能行吗？全家的脑袋都记在这上边呢。宫斗看到最后，果然还是逃不过一个卷字。银萍，你快来看这转运日期。小主，这日子有什么不对？沈家运送私盐的日期，正好是江南那场连下3天大雨封江的日子。封江之时，连条渔船都过不去，怎么可能运得出私盐？做局的人太急了，连那几天的雨都忘了算进去。把这个呈给皇上吧。娘娘，出大事了！太傅府旧部落马了！你说什么？沈贵人抓到了账目漏洞，皇上当夜就命谢掌印出宫查办。不过10日，江南盐商就招了，说是太傅府在背后主使。今日一早，太傅府已经被抄了。小主，皇上来了。沈兆堂，太傅府倒了，朕可以升你的位分。升多少？嫔位。不要，太快了。旁人求都求不来的恩典，你嫌快？陛下，这宫里升得太快，死得也快，臣妾还想多活几年。那皇后之位呢？怎么，朕给你全天下女人都想要的位置，你倒吓成这样？陛下恕罪，臣妾不当这个皇后，不是不识抬举，而是臣妾惜命。惜命？陛下，臣妾一无显赫母族，二无皇子傍斗，贸然坐上凤位，前朝后宫的唾沫星子都能把臣妾淹死。臣妾若坐上去，既不能替陛下分忧挡刀，也不能平白替陛下在朝堂树敌。臣妾不过是江南小官之女，当不起这块活靶子。沈兆堂，朕原以为你只是聪明，没想到你竟清醒到这种地步。不当皇后，倒也免了朕的一桩难处。但朕的后宫不能一直这么乱下去，这差事你替朕接了。臣妾领旨。今日召你们来，是要给你们立个规矩：陆氏母族结党营私，欺君罔上。陆氏自知罪孽深重，亦于今晨自请废去后位，迁居静安宫，常伴青灯。太后娘娘，如今这后宫诸事繁杂，总要有人替您老人家分忧。臣妾虽才疏学浅，但愿暂代中宫之责，执掌凤印，以安后宫。贵妃有心了，只是谢云柔在御花园做局一事才过去没几天，你这管教不严的禁足还没过，哀家可都还记着呢。不过后宫不可一日无主，兰贵妃，今日起你暂管6宫凤印，安抚各宫事务。至于这6宫多年积弊，账目冗杂，哀家与皇上的意思，便由沈贵人暂理。臣妾审视，接旨。娘娘，沈妹妹不过是个正6品的贵人，资历尚浅，这事儿交到她手里，不服那帮老不服气的，直接送去司礼中。谢掌印，你说是吗？太后放心，微臣的司礼中罪之不服。小主，歇一歇吧。内务府送来的这些旧账多有涂抹，最是伤眼。账本越是做成一团乱麻，里头藏着的鬼
才越有意兰思。贵妃娘娘驾到！臣妾参见贵妃娘娘，娘娘万安。妹妹快请起。如今中宫空悬，这后宫里，本宫与妹妹更该相互扶持才是。皇上和太后将这合账的重担交给你，是疼你。可这后宫的账，向来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下个月便是太后娘娘的万寿大典，妹妹若是这时候查得太急，底下的奴才们慌了神，万一耽误了寿宴，那可是对太后的大不敬。娘娘体恤的极是，臣妾处理账册确实有些手忙脚乱，生怕大典彩板上出了差错，引得太后娘娘不悦。妹妹明白这个道理就好。本宫这是为了陛下的体面，也为了妹妹你这账，大可等寿宴过了再慢慢查，本宫到时绝不拦你。多谢娘娘指点，臣妾一定小心分寸，绝不让娘娘作难。他哪里是怕耽误大典，他是想用这寿宴压着我，不让我合账，好趁着这次万寿大典的由头，在彩办里再狠狠摊一笔。点的账一动便是数十万两，咱们若是现在放手不查，等寿大典过了，这中间做下的巨额亏空，对起账来，我这个暂理账册的贵人就是唯一的替罪羊。兰贵妃，你这招借刀杀人，算盘打得可真够响的。沈贵人万安，奴才们奉贵妃娘娘口谕，知晓小主奉旨清查亏空。这不，奴才连夜将过去10年的陈年旧账，通通给小主抬过来了。10年？本宫记得太后昨日要的只是近3年的账目汇总。小主有所不知，这近3年的账多与前7年的项目盘根错节。太后娘娘和司礼公说3天后便要看旧账的亏空汇总，小主天资聪明，定能在3日内将这10年的乾坤清出来。3日，10年陈账，便是司礼监几十号人不吃不喝算上10天也清不完。公公倒是瞧得起本家。小主乃皇上钦点之人，奴才们自然不敢懈怠。账本奴才搁下了，3天后奴才再来取汇总表，呈交太后。小主，这一招太歹毒了。明面上顺着贵妃娘娘的话，不让咱们碰寿宴的新账，暗地里却用这10年的陈年烂账压人。若3天后咱们交不出汇总，太后那边小主变了个无能揽权的罪名。哼，用垃圾数据把我活活撑死，老狐狸打得一手好算盘。这账目图改得厉害，一笔一笔用算盘拨，算到大典结束也理不清楚。小主，咱们该如何是好？不查细节，只抓大盘。他们故意在记戏里作假，那我们就不用记戏道。我教你一种新的法子，复式记账法。我们不查他们花了多少，只做一件事。你带2个信得过的小太监，明日去内务部，不查账本，只把过去3年每日的出库原始存章抄回来，用采购总额去碰库房存章的差额。奴婢明白，只要库房里没出货，账面上写的再天花乱坠也是假的。找到了，这去年冬月，内务府账面上写着给各宫发放了银丝木炭3000斤，折银600榜。可守库房的太监当月的存根上明明白白只出了800斤，那差了2200斤的木炭根本就没有入库，这笔银子被他们凭空吃下去了。10年陈账，不过1天，这狐狸尾巴不就自己露出来了？小主，既然抓住了这2200斤木炭的漏洞，咱们是不是现在就将这铁证呈给皇上，治内务府一个欺君之罪？不急，内务府在宫里根深蒂固，若是现在递上去，总管太监大可以说底下笔误，数额合错，顶多治个失察之罪。我要的是让他们百口莫辩，当场抓赃。小主，这数额终于对上了，分毫不差。奴婢这就将账封中乡，您便能带着这铁证亲自去乾清宫呈给皇上了。做得好，把册店锁了，这可是咱们听月轩在皇上面前立足金儿的本钱，千万出不了差错。小主，消息是散出去了，但万一他们今晚不来呢？10年的陈账，2200斤木炭的亏空查实了，内务府要调一个总管，兰贵妃要在皇上面前脱一层皮，他们赌不起。网已经撒下去了，就看这耗子今晚敢不敢咬钩了。小主，我们现在动手吗？等他去碰账箱，抓现行。大胆毛贼！哼，不对，他不是来偷账的，他是来要命的。门被锁死了，外表的太监怎么没动静？我千算万算，以为来的是兰贵妃的人，却万万没想到，废后竟然在宫里直接动用了死士。他根本不玩宫斗，他是要直接物理消灭。小主，我大喊救火，外面守夜的卫士也不见来。别喊了，没用。咱们设了抓贼的局，可废后设的是杀人的局。守夜的怕是早就被他们做掉了。银萍，把衣裳撕了浇上水，咱们从排水口爬出去。这帮老东西，早不弹劾晚不弹劾，偏偏挑在太傅府刚倒台的当口，联名上书发难。
谢行舟，你这次在江南尾巴的确没扫干净。陛下，前朝世家盘根错节，发难是迟早的事，只是今夜风声有些不对，微臣恳请。陛下，掌印大人，听雪轩走水了，火势极大，正殿和侧殿全烧起来了。银平，我记得这处排水口直接连着御花园的饮水渠。小主，这外面全是青砖，死死封着的，还有铁栅栏，砸不开啊！砸！这侧殿是前朝建的旧阁，排水口底下的青砖常年受水汽侵蚀，早已酥透了。进去！小主别出来，有埋伏！想在出口补刀？你家主子教了你这么多年，就没教过你做事要给自己留条退路吗？掌印大人，您这回来的可真是不巧。不过这留了活口的家贼，臣妾倒是替您稳稳当当的拿下了。沈贵人，本座来迟了。无碍，掌印大人来得刚刚好。至于这犯人，我替您留了一口气。今儿晚上这侧殿虽烧成了白地，但账册我早已提前藏进了后院的古井里。你连古井都算到了？油纸裹了3层，收在漆木箱里，就悬在枯井的水面之上，火烧不着，水泡不到，就是要劳烦大人的人去拉一拉麻绳了。沈诏书，你可真是不像这后宫里养出来的人。掌印大人，审账和抓鬼的事，接下来就全看你们司礼监的手段了。带走，本座要亲自过审。大人，全招了。这死尸招认，废后苗家豢养私兵的银钱和废后克扣的非全出前朝。原来都走的一条路，这俩人在后宫斗得跟乌眼鸡似的，私底下分赃倒是默契。小主，奴婢方才去传膳，御膳房连例行的小食都克扣了，说是大典将近，无暇顾及听月轩。大典是个好幌子，可惜他们的底线已经被谢行舟扒干净了。沈贵人，你要的老虎按在里面了。奴才御膳房总管参见沈贵人，沈贵人吉祥。公公这头磕得倒挺快。小主手持圣谕，身后又有掌印大人坐镇，借奴才100个胆子，也不敢在小主面前拿大。不知小主今日前来，有何吩咐？过去3年，御膳房每年报损银丝鸡3000只。公公，这账你给我解释解释。小主明鉴，这3000只鸡皆是运送途中在江南那场大雪里冻死报损的。江南路远，冬月里大雪封江，运送的船只动辄在江面上困上半月，鸡是活物，天寒地冻的，等运到京城，早就冻成了冰疙瘩。死鸡不能呈给主子，这规矩从先帝爷那会儿就是定立了。历任负责查账的贵人也都是按着冬月冻死销账的。历任的规矩那是之前的事，我今日只问你这3年的账。你说鸡都是在冬月冻死的？奴才不敢撒谎，每一笔皆有盖了御膳房大印的冻死报损单作证，绝无虚假。沈贵人，奴才句句属实。好一个句句属实！去把过去3年御膳房盖了印、验了尸的冻死报损单给我通通抬出来。去，把这3年的报损单抬给小主过目。小主，这3年的报损单上头有江南驿站的起运印，有运河关甲的验看章，连江南当月风雪的官报底子都在这儿。奴才们办差1两1钱都对得上。去年冬月初10，江南大雪，运送银丝鸡的船只在临清关卡遇阻，当夜气温骤降，鸡冻死800只。这账做得真漂亮。谢贵人夸赞，奴才们不敢在御用之物上出半点纰漏。公公，去4冬月初10，前朝通报江南阴雨连绵，江水暴涨，大雨封江。小主，江南天气多变，这有什么不对？放肆封江！大宁为暴雨暴涨之遭其无法通雨。既然江面没结冰，你这800只鸡是在哪门子的冰天雪地里冻死的？退万步说，若是大雪把鸡冻死了，那江面早就结了冰，又何来的大雨封江，江水暴涨？前朝大雨封江，后宫大雪冻鸡，你倒是解释解释，这御膳房里是养了会穿寒暑劳，还是你这报水单上的雪只下在你们御膳房的船舱里？掌印大人饶人命，奴才说，奴才全都说。那3000只鸡根本没死，是运出宫卖给京郊的酒楼了。卖鸡的银子一半换成了江南的庄子，记在兰贵妃魔家谢府的账上，另一半换成了现银，每个月15装在香烛箱里，偷偷送进静安宫废后的母族手里。谢府的私账，废后的香烛，藏得确实深。若非沈贵人用前朝盐税案的雨
冲了后宫御膳房的血，这比两宫分赃的买卖，怕是还要瞒上天去。陛下，御膳房、内务府的资金流向全部坐实，兰贵妃与废后在位时共用这条线，掏空了内廷近30%的银子。好，真是朕的好嫔妃，朕的好皇后。谢行舟，按规矩动手。降为嫔，前往偏殿。我协理6宫多年，陛下怎会如此绝情？我不签。兰嫔娘娘，这圣旨是陛下亲笔，您若不签，微臣的翻译倒是不介意帮娘娘动手。兰氏降了位分，迁去了偏殿。陆氏母族在内廷的爪牙也让谢行尊清理了个干净。沈贵人，如今这凤仪宫和兰景宫都空了，后宫无主，连个协理6宫的人都没了。你觉得这大权该由谁来执掌？回太后娘娘，臣妾不过是个正6品的贵人，资历尚浅，只懂得瞧一瞧账本打算盘。至于这后宫由谁来执掌，名分大义，全凭陛下和太后娘娘圣裁，臣妾不敢多嘴一字。你倒是推得干净。可如今6宫无主，每日内务府和御膳房的开支调度，总得有个拍板的主子。你这账本清算的再明白，没个掌权的人撑腰，奴才们照样能糊弄你。娘娘，臣妾是个账房先生，陛下和娘娘让臣妾给谁对账，臣妾便给谁对账，哪怕没有协理6宫的人，只要这大清的国法和陛下的圣旨在，内务府和御膳房的奴才们便翻不了天。是个聪明孩子，起来吧。臣妾遵旨。恭喜沈贵人小主，皇上今早特降明谕，着小主全权协理司礼监，对后宫积弊重兵称查，凡查实贪墨余规者，小主可便臂行事。公公辛苦，银瓶送公公。小主，如今尚方宝剑在手，内务府和各宫那几个一直拿祖制损耗装傻的老奴才，咱们是不是该动手了？本贵人给了他们半个月时间自首，既然他们非要拿祖制当牌坊，那今儿个就用皇上的圣谕，把他们的牌坊砸个稀烂。这是凤仪宫定下的旧例，沈贵人无权擅动。奉旨清账，按律发卖，带走。小主，刚才奴婢去内务府走了一遭，那位新提拔的总管太监离这3丈远就给奴婢行礼，生怕少算了咱们1分利银。内务府往日最会用账目繁杂来拖延，如今换了新总管，看过了前任的下场，倒是个懂规矩的。现在底下那些个奴才，私底下都给小主取了个新名号。名号？什么名号？他们管小主叫沈阎王。沈阎王，我一个正6品的清白贵人，怎么就成阎王了？小主今日大饱口福，竟连验毒的银针都收起来了。这后宫凡是手脚不干净的，都被咱们送进了慎刑司。如今谁还敢往听雪轩送加了料的东西？吃个饭还要防这防那的日子，总算是到头了。小主这半个月的雷霆手段，着实让内廷各房都长了记性。只是这笔银子，不知小主打算如何处置？这是查抄各房司库得来的，是内务府刚送过来的罚银，整整3万两现银。这笔钱1分都不用留给内务府。小主的意思是折成现银。凡是账本上记录在册，这3年被内务府克扣过月例的底层宫女和太监，按人头、按盐月，分毫不差的全部发下去。全部？小主，这可是3万两。全部发。奴婢代那些苦熬的奴才们谢小主大恩。3年的月例1分都不少，真的发下来了。沈贵人真是活菩萨，往后奴才这条命就是贵人小主了。傅一房扫洒奴婢，给贵人娘娘磕头。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家中阿娘重病，这些年月例被针线房的恶奴克扣了70%，奴婢本以为这个坎儿是熬不过去了，是娘娘明察秋毫，把这些救命的银钱发还给了奴婢。娘娘大恩大德，奴婢当牛做马也定报答娘娘。我进宫以来，一直觉得这只是个游戏，我步步为营，查账对账，不过是为了自保，为了在这场吃人的排位赛里活到大结局。直到今天我才明白，
我随手在账本上划掉的一个数字，抓出来的一个破绽，落到这些最底层的人身上，就是一条活生生的命。银子拿去寄给家里治病。往后在宫里，只要有我在一天，便没人敢再克扣你们分毫。小主，最后一本总算对完了，您快起来喝口热茶润润嗓子，瞧您累的。银萍，我这10个手指头酸得像要断了，天天按算盘，内务府账房的老算盘，怕是都没我打的勤。可如今6宫里，谁瞧见咱们听雪轩不绕着走？小主这也算是立了大功，往后那些奴才再不敢克扣咱们了。立功有什么用？皇上给发双倍俸禄吗？干着清查6宫的累活，领着贵人这点死工资。走吧，去乾清宫交差。这回要是没点像样的打场，我真要罢公务。奴才给沈贵人请安，贵人吉祥。掌印大人免礼。沈贵人这大张旗鼓的，是去向皇上要赏？要赏？大人，臣妾这是去当苦役交差。御膳房3000只鸡的窟窿我都替陛下补上了，也没见陛下多给听雪轩拨2两银子，天天在这宫里熬夜对账，人都快干瘪了。若能换个不用防毒、能睡安稳觉的地方，臣妾明儿就去给陛下烧高香。陛下没忘了你的功劳，这是刚拟好的旨意，赏你的。温泉庄子，江南的。清静，无人打扰，你可以安心睡个好觉。掌印大人，你可真是个好人。半个月将这宫里积压了数年的烂账翻了个底朝天，沈兆涛，你当真没让朕失望？臣妾不过是尽了本分，能替陛下分忧，是臣妾的福气。既然功劳立了，朕自然不吝赏赐。谢行舟，地契可给他了。回陛下，微臣方才在公道上已替陛下将江南温泉庄子的契书转交给了沈贵人。江南清静，你若累了，随时可去休养，退下吧。臣妾谢陛下隆恩。小主，地契都快被您捏出水来了，您都看了不下10遍了。你懂什么啊？这可是江南的温泉庄子，不仅有地，还有良田100亩。等往后咱们在宫里待够了，去那庄子上一躺，当个混吃等死的富婆，不比在这儿天天按算盘强。是，小主高瞻远瞩。可眼下咱们得先在宫里把这差事办圆满了。这燕窝，小主快趁热吃。太后娘娘有旨传沈贵人立刻前往慈宁宫觐见。该来的总会来，走吧。沈兆堂，哀家今日召你来，是想给你透个底。臣妾聆听太后教诲。皇帝今早给哀家提了年底的册封大典，他打算正式进你的位分，你的是正2品嫔妃之首的贤妃，一跃成为正2品主位，多少人求了几辈子都求不来的尊荣，你怎么不谢恩？太后娘娘，臣妾无显赫家世，无强盛母族，若当真越过资历坐上这正2品妃位，前朝那些世家老臣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是臣妾这个江南小官之女蛊惑君心。陛下要的根本不是一个宠冠后宫的贤妃，而是拿臣妾当块黄眼的骨头去试探朝除那些老东西的反应。这妃位是陛下赏臣妾的，也是陛下架在臣妾脖子上的刀，臣妾不想要也接不住。你这丫头当真活得太明白了，妃位你不要，那你想要什么？臣妾能不能向陛下和太后讨一句保证？什么保证？不要册封，只要陛下一句保证，完后听雪轩的账由臣妾自己管，不用经任何人任何公事备案。不要万人之上的尊荣，偏要守着自己那1亩3分地的钱袋子。沈兆堂啊，沈堂，你可真是不开窍，却也聪明到了极点。沈兆堂，哀家问你一句真心话，若让你再选一次，你还会进这宫吗？怎么，这个问题当真如此难答？不难，若真能再选一次，臣妾绝不会进宫。为何不会？戏台上的折子戏好看，是因为瞧戏的人不用自己粉墨登场，这宫里的日子太累了。可既然已经上场了，那也没办法，只能全力通关。谁让我看过全集呢？好一个既然上场就得通关的泼辣性子！传哀家懿旨，沈贵人聪慧端谨，体恤下人，即日赐沈贵人代掌6宫内务之权，6宫库房调度采办人事皆由听雪轩独掌，不必向任何人备案。臣妾审视，谢太后隆恩。太后免了你的册封，却把6宫内务交到了你手里。沈兆堂，你这算盘打的
连朕都自叹不如。陛下明鉴，臣妾不过是帮陛下和太后娘娘算账的算房先生，虚名招风，实力避祸。臣妾无宠无势，拿了妃位是死路一条，代掌内务才能替陛下守好内廷。代掌六宫，手里却无凤印，名不正言不顺，内务府那些世家残余早晚会反扑。你真当这差事好做？所以，臣妾今日特来向陛下讨要一件保命的东西。哦，你想要什么？臣妾要听雪轩的账目彻底独立，往后听雪轩的进出用付不经内务府结算，不归各宫备账。沈兆堂，你这是要割据朕的后宫？陛下，臣妾是在替陛下养一把不沾因果的快刀。臣妾无家室，账目独立，便无软肋可拿。前朝的烂账，后宫的陈疴，陛下不便斩的，臣妾替陛下斩。陛下给臣妾一世安稳，臣妾便永远是陛下手里最锋利、最听话的那把刀。听雪轩的账目独立，听起来是好事，可朕怎么觉得你这分明是在朕的后宫给自己画了座谁也管不着的小江？陛下，臣妾画的小江山，钥匙在陛下手里，臣妾只是替陛下保管钥匙的。朕准了，只要你刀够快，朕保你在这后宫无生老病死之外的任何后顾之忧。但若刀钝了，只要陛下的磨刀银给的够，这把刀永远不会钝。这天怎么说变就变，连个避雨的空档都不给。5月的雨最是磨人，贵人若是不紧着点儿，湿了身子，皇上该心疼了。掌印大人亲自给臣妾纸伞，要是传出去，臣妾明儿个怕是要被唾沫星子淹死了。雨这么大，谁能看得清？谁敢多嘴，本座便拔了他的舌头。沈贵人如今手握6宫实权，连内务府的库房都攥在手里，却连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太寒碜了些。大人说笑了，真金白银放进库房里才叫踏实，戴在身上招摇，指不定哪天就成了催命的符。本座倒觉得有一样东西极配你。什么？掌印大人，这不合适。带着。宫里总有些欺软怕硬的小鬼，带着他，那些不长眼的奴才动歪心思前，总要先掂量掂量，能不能过得了司礼门这一关。贵人小主，这是各房刚拟好的数月开销，奴才一个字一个字核过了，绝无半点虚报。总管费心了。传粗吏房老嬷嬷，老奴参见贵人娘娘，娘娘万安。嬷嬷今日来听雪轩，所谓何事？老奴是来请领粗吏房下个月的数月良药和绿豆。嬷嬷，账册上写着粗役房上个月报损了30把扫帚、50个水桶，这物件损耗的是不是太纯了些？是底下人粗手粗脚，老奴回去定然严加管教，往后绝不敢多报一分损耗。罢了，念在你们当差辛苦，这次的案例发下去，以后对账可就没这容易了。谢贵人恩典，谢贵人恩典。小主，各房新结出来的账目全清了，抛去补发给底下的。内务府把皇上赏给咱们的辛苦银子送来了，整整2000两。2000两，银平，你知道这2000两在厮打时现银能买什么吗？一分不差，良田100亩，再置一座2进的宅子，剩下的还够雇3个丫鬟2个厨子，舒舒服服过好几年。小主，您这才刚拿到银子，怎么就开始盘算着买田置田了？不然呢？银子不换成踏实东西，难道摆在屋里好看？这半个月熬的夜，对的账挨的算计，值了。没当皇后，不用争宠，手里有账。这后宫副本，我可当真是通关赢麻了。既进了宫，就把在外头的那些娇惯坐上收起来。宫里不比外头，蠢人死得最快。娘娘，您说您非要来瞧这新人入宫的热闹，可站在这儿看了半晌，又不进去，图什么呢？图个故地重游。
在宫里，不该看的别看，不该听的别听，不该说的别说。新的花开在了旧的枝上，这后宫的四季从未停歇。